用石头在河里垒出一个精妙绝伦的捕鱼陷阱。运气好的话，一次捕获上百条鱼儿也不在话下。今天大清早，胡子哥背着双肩包，右手拿着木棍，在河边附近左顾右盼，似乎对这条小河有什么想法。最后，他来到一处水流没那么湍急的地方，停了下来，稍微对此处环境思索了一番之后，便走上了河岸边，放下身上的背包和木棒，随后回到河中，开始搬动河里的石头叠了起来，甚至也动用了河边的石块。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子哥很快就把周围的石头垒成了一个长长的开口性的倒 V 形状，然后在顶部用石块再围上大半个圆圈。整个捕鱼陷阱的上半截有没有很像英菲尼迪的车标呢？而这个造型就是捕鱼陷阱的精妙之处。胡子哥为了捕鱼效果的万无一失，便拿着小石块不停地在石墙上面填补空隙。我们细看整个捕鱼陷阱，它的特点就是陷阱的进入口很大，出口很小，而且刚好与河流的流向背道而驰。这样一来，就能够很好的为溺水而上的鱼儿提供了一个安全休息的避风港。只不过鱼儿一旦进了这个捕鱼陷阱，犹如瓮中之鳖，有进无出。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胡子哥上岸，把家里带来的特制饵料全部都放到网兜里捆扎好，紧接着把网兜安放在捕鱼陷阱最狭窄的进口处，然后再把饵料抖动了几下。胡子哥这样的操作确实精妙，因为网兜里面的饵料会顺着水流不停地从进口处慢慢地融化散发到下游。这么一来，刚好溺水而上找地方休息的鱼儿便会正中胡子哥的诡计，误以为这个地方既安全又有食物。换作你是鱼儿，也必定认为这里就是天堂。捕鱼陷阱已经设置完毕，现在只需鱼儿自投罗网即可。此时的胡子哥也开始背着双肩包往家里赶。细看用石头围成的捕鱼陷阱，在河流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为鱼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逆流环境。加上顺流而下的美味饵料，怎么可能不让猎物垂涎3尺，自掘坟墓呢？第二天一大早，胡子哥不慌不忙再次来到昨日布置好的陷阱阵地。他放下背包，拿起一块大石头，便下河检查陷阱的捕获情况。他加快步伐走向陷阱口，然后将石头堵住陷阱的出入口。此时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整个陷阱里面有不少被困的鱼儿。胡子哥摘掉饵料，便开始收获行动。被困在陷阱里面的鱼多到你不敢想象，可谓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同品种的鱼儿在牢笼里相互挤兑，试图翻墙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密密麻麻的大小鱼儿，任由他们如何的努力挣扎，最终也难以逃脱胡子哥设下的死亡囚笼。不过胡子哥也不是一个蛮不讲理之人，他非常懂得中国古人的一句谚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视之有度，用之有节。最后胡子哥把一条比较大的鱼装进网兜，然后用脚踹翻了死亡囚笼，陷阱里面的鱼儿瞬间重获自由，回到河里。看着胡子哥渐去渐远的身影，不禁为他这样讲武德的捕鱼高手肃然起敬，真是好样的。几天过后，胡子哥又想到其他捕鱼陷阱的鬼点子。这次他要制造一个水平排水通道来充当捕鱼陷阱，凡是被困通道口的鱼儿想试图挣脱此地，简直痴人说梦。要制造这种陷阱之前，必须要准备好一段下水道软管，它是整个捕鱼陷阱的核心部分。不到一会功夫，胡子哥就拉着一根4米多长的软管来到前天河流的中下游。他放下软管后，很快就在附近找到安装排水通道的合适位置。因为这里的水位落差较大，也预示着水流冲下软管的时候，它的吸力也就越大。确定好安装位置之后，胡子哥便开始清理河道中的大小石块，直到清出有足够的水位落差，以及可以放下整条软管的空位为止。等胡子哥把石块清理的差不多了，就把软管放置在水中，然后用无数的大小石块牢牢地将其压紧。而软管的头尾水位落差也至少在半米左右，因为这样才能使得通过软管的水流更加湍急，它的吸力更加强劲。胡子哥的行动能力确实很强，很快就用旁边的石块把整个软管盖得严严实实，只露出软管的进水处。接着用很多的大小石块堆成一个小坑。10几分钟堆砌完成之后，胡子哥用胶桶装来了很多淤泥，填补在小坑的四周围，尽量做到密不透风。为了软管进水处的坚实耐用，
胡子哥还特意搅拌了一些水泥，用来加固软管的进水口。几十分钟过后，漩涡状的捕鱼陷阱基本上呼之欲出，从远镜头可见一斑。此时河里水位与陷阱口的距离大概相差半米之高。看着胡子哥刮水泥的熟练手法，以前肯定是一个建筑大师。很快整个陷阱口都被胡子哥刮得滑溜溜的。他做事认真细腻，容不得半点马虎，就连水泥起了一个泡泡也不行，甚至左右掂量一番还是不放心。接着拿来了专业的水平尺丈量没问题之后，才心满意足地进行下一个制作环节。为了鱼儿在掉进陷阱口里面的时候不会从软管通道直接溜走，胡子哥拿来了几根小铁条，架在陷阱口下方还没有干透的水泥之中，形成一个等距的间隔。这样好处就是较小的鱼儿能够从缝隙里顺着水流和软管成功逃脱。第二天中午，胡子哥回到布置陷阱的地方，摸了摸水泥干透的情况，在确保没有问题之后，他便开始把陷阱四周的地方用石头填了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考验胡子哥体能和耐力的体力活。随着胡子哥用河里的石块堆成一道结实的堤坝之后，包围在陷阱口的水位也不断往上升，直到水位超出了陷阱口，河水便开始慢慢的往陷阱口流进。随着水位越来越高，河水流进陷阱口的速度越来越快，从而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小漩涡。这正是胡子哥想要的陷阱效果。处事细腻的他，再一次检查陷阱还有没有其他的瑕疵，在确认完全没有问题之后，就直接回家静候佳音。如果你突然发现荒郊野外有这样一道特殊的风景，你会怎么做呢？第三天早上，胡子哥拿着胶桶兴冲冲地来到陷阱处，远远便看见陷阱的进水口里面有很多鱼儿都在练习弹跳动作，企图跳出滑溜溜的死亡囚笼。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再不努力的话，就没有下次的机会了。看到有鱼的胡子哥也加快脚步走了过去。这么煞费苦心做出来的捕鱼陷阱，竟然只有几条鱼儿被困住。胡子哥虽然有点失望，但还是将陷阱内的鱼儿放入桶中。他把今天所有捕获到的鱼儿倒在空地上，仔细清点了一下，足足有10条之多，而且有一些个头还不小呢。胡子哥把全部鱼儿重新放进桶内之后，最终还是高尚的武德战胜了食欲，最后把鱼儿通通放回到河里，还他们自由。用一些树杈和几条橡皮筋，就可以制作成一个全自动的钓鱼装置。鱼儿一旦咬钩，全自动钓鱼装置便立马触发机关，直接将河里的鱼儿拖到岸上，全程不需人工干预。今天胡子哥在河边找到了一块制作钓鱼装置的风水宝地，他拿着小石块，用力敲打着2根带有树杈的树枝，使其牢牢地插进泥土里，而树杈之间的距离大概有30厘米左右。自动捕鱼装置的2个支撑点就已经完工了，然后把事先做好的滚动器放在树杈之间。为了测试滚动器的灵活性，胡子哥还特意仔细地检查旋转过程中是否顺畅无阻，确认旋转效果达到预期之后，胡子哥又在离滚动器1米左右的地方，将一根稍长的木棍深深地打进泥土中，让其只露出15厘米长的木段。为了确保木棍插在2根树杈的正中央，胡子哥还特意俯下身子瞄了2眼，看见前面泥土不怎么平坦，还用手加以修整压实了一番。为了防止滚动轮在旋转的时候越滚越兴奋逃离轨道，于是用绳索在树杈之间来回捆扎，前提绳索不能碰到滚动轮的轴承，以免增加绳索与轴承的摩擦力，导致旋转回收鱼线的时候力度不够。2边都捆扎好之后，胡子哥还是不太放心，于是再次用手转了几下滚动轮，确保装置稳固和旋转都没有问题之后，全自动钓鱼装置就进入最后的动力设置。这个设置环节也是整个捕鱼陷阱的核心部分。胡子哥先在滚轮器的轴承2端绑上并缠绕一小段麻绳，紧接着在后方的木棍上再用麻绳将2段橡皮筋牢牢绑住。橡皮筋就是整个钓鱼装置的动力来源。捆扎好之后，胡子哥还特意用双手试了一试橡皮筋的拉力，既要确保橡皮筋有足够的拉力，同时也是保证2边橡皮筋的长度是一样的。这是为了确保装置被触发的时候，2边橡皮筋回拉时候的拉力要保持一致，不能出现一边拉力大一边拉力小的问题。接下来分别把轴承末端的2根绳子与木棍上的皮筋绑在一起即可，
在绑扎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钓鱼装置受力均衡。绑好橡皮筋之后，整套全自动钓鱼装置就基本完成了。胡子哥急不可待地开始测试起来，他双手同时握着轴承，左右开弓旋转，使得轴承上面的麻绳不停地卷缩起来。与此同时，绑在一起的橡皮筋也被拉长。随着橡皮筋拉伸的长度越长，也就意味着整套钓鱼装置被触发时，它回收鱼线的速度和动力就越大。看看胡子哥松手后的一刹那，整个滚动轮在橡皮圈的拉扯之下，迅速而稳固地不停转动着。全自动钓鱼装置的动力系统已经大功告成。胡子哥为了钓鱼装置能对得起全自动这个称号，于是在滚轮上面绑好一根小木棍，而它的作用就是一个触发装置。接着用一根竹子横放在树杈下方即可，卡住滚轮上的木棍，会随着有鱼咬钩拉动鱼线，整个钓鱼装置就会立马被触发。胡子哥为了万无一失，再次把滚轮两端的麻绳卷在一起，用竹子卡住滚轮上的木棒，接着用刀子轻轻地触碰开关。果不其然，在橡皮筋强劲的回拉之下，滚轮瞬间高速转动起来。此时全自动钓鱼装置已经全部完成，接下来便是实践检验真理的时候了。胡子哥将滚轮里的鱼线拉了出来，与此同时，两边的橡皮筋也被拉长蓄力。在确保鱼线足够长的时候，再次把竹子卡住滚轮的木棒上，然后在鱼线上面绑好鱼钩，挂上饵料。为了能够将鱼钩沉入河底，鱼线上面还绑上一小块石头，接着将鱼钩抛入河中，等待鱼儿上钩即可。胡子哥做事确实非常细腻，为保证鱼线回拉的时候不偏离方向，他还在前面安装了一个小树杈，用于固定鱼线的回收方向。在树杈上还用麻绳来回拴住，同时为了确保开关足够灵敏，下方卡住木棍的地方也尽量不多不少，以确保万无一失。不得不说，胡子哥的心思比女人还要细腻缜密。用摄像机记录全自动钓鱼装置的精彩瞬间，当然少不了。胡子哥把镜头对准装置，调好角度，一切准备就绪，只等鱼儿自投罗网。镜头拍摄时间已经来到4分56秒，河里的鱼线开始有所动静。在鱼儿咬钩的一刹那，被拉动的鱼线瞬间触发机关，而卡在木棍上的竹子顷刻间掉落，神经绷紧的橡皮筋瞬间如释重负，快如闪电立马收缩，而河中的鱼儿则被强行拖扯上岸，等待胡子哥的从轻发落。昨晚胡子哥转转难眠，他觉得白天制作的全自动钓鱼陷阱效率太低了，于是又有了一个新的鬼点子。他这次要在河边布置一个精妙绝伦的八卦迷魂阵，就是这个看起来不咋地的圆形陷阱，却是捕捉河里鱼儿的神兵利器。第二天一大早，胡子哥背着双肩包，手拿木棍，独自一人来到河边观察河流的基本情况。这身行头是他多年荒野求生的标配与行事作风，先观察，再行动。很快他就锁定了一块用来布置迷魂阵的风水宝地。随后胡子哥在背包里面拿出了一段绳子和一根特制的小木棍，在靠近河边位置的中央插上一根长长的木棍，然后用绳子绑在木棍的下端，而另一端绳子则绑在特制的木棍上面，用绳子作为半径的距离。接着利用特制木棍在松软的泥土上面画出圆圈。为了能画出相对匀称的圆圈，特制木棍必须时刻保持绳子都处于紧绷的状态。胡子哥一边倒退，一边用力刮擦地面，手法熟练，节奏顺畅，木棍所刮之处必定会留下刻画痕迹，且泥土翻起。很快第一个超大的圆圈就这样被画了出来。紧接着胡子哥把绑在特制木棍上的绳子缩短了40厘米，继续以缩短绳子作为画圆圈的半径。等两个大小不一的圆圈都被画出来之后，胡子哥便将它们中间隔着的泥土逐一挖掉。而此时特制木棍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有一种我们小时候农村玩泥巴的感觉，用最原始的方法，拿最原始的工具，一刨一挖，乐趣无穷。转眼之间，胡子哥沿着圆圈的轨道，竟然挖出了一个有40厘米宽、30厘米深的小水沟。经过1个多小时的刨根挖地，八卦迷魂阵的外圈基本上完成，真是不得不佩服胡子哥的耐力与精神。迷魂阵的进出口必须跟河里的水打通，河水顺着入口源源不断地流了进来，很快就填满整个迷魂阵的小水沟。紧接着胡子哥继续对迷魂阵进行深度加工，继续利用绳子和特制木棍，
在迷魂阵里面再次画出第3、第4个圆圈，同样的将圈内的泥土用手将其刨出扔掉。完成这次任务所用的时间明显缩短了，因为圆圈的大小直接影响施工进度的快慢。等到中环基本上成型之后，胡子哥第3次将绳子缩短，用同样的方法画出了第5圆圈。只不过这次有所不同的是，胡子哥直接将第5个圆圈里面的泥土全部掏空，形成整个八卦迷魂阵的阵眼。紧接着胡子哥用了45分钟的时间，按照等间距离的方法，在每个大小不一的圆圈之间挖出10个相互交集的进出口，内圈5个进出口和外圈5个进出口，而且它们的出口位置必须错位交叉，因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把进来的鱼儿迷得神魂颠倒，神经错乱，就像我们小时候玩迷宫大逃亡那样，一旦进入迷魂阵之内，毫无方向感可言，而最终的结局就是等待别人搭救。我严重怀疑胡子哥是处女座的，八卦迷魂阵都基本完成了，但他还是追求精益求精。他用双手不停地在各个出入口进行人工抛光打滑，看着胡子哥做事认真，一丝不苟。镜头前的您，确定不来一个强烈的点赞吗？胡子哥打磨完成之后，他把家里带来的特制面团按压在木棍上，木棍和面团的结合犹如一根巨大的棒棒糖一般，然后将其插入迷魂阵的阵眼中间，插入的深度与水位刚好没到面团的1半位置。这么一来，面团的香味很快就会通过河水散发到迷魂阵的各个角落。胡子哥为了引诱河里的鱼儿能更快地进入陷阱里面，他拿着另一袋特制面团，在河流与八卦阵之间的进出口毫不吝啬地一撒到底，然后沿着陷阱的4周围也撒上一些。看来胡子哥运用孙子兵法的境界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融会贯通。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呐，整个大型八卦迷魂阵就这样大功告成。这气派，这造型，简直是荒野界的一大艺术。究竟效果如何，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第2天大清早，胡子哥已经背上背包，左手拿着一块木板，右手拿着大盆和抄网，声势浩荡来到了昨天布置陷阱的位置。胡子哥放下所有东西之后，便拿着木板和抄网轻手轻脚赶了过去。他第一时间把木板插入出入口，木板大小刚好合适。为了不会出现漏网之鱼，胡子哥把猎物最后的一线希望之光也用泥巴给堵上了。此时已经进去迷魂阵的鱼儿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胡子哥拿起抄网开始表演瓮中捉鳖，第一把抄网下去竟然捞到了泥巴，难道八卦迷魂阵里面根本没有鱼儿吗？随后胡子哥便向着阵眼中央走去，他睁大眼睛，一个抄网下去正中目标，一条体态优美的大鱼就这样被胡子哥无情地抛弃在地上。随后胡子哥更是双手并用，使出海底捞月和擒虎拿蛟等武林绝学，很快一条条的大鱼尽收网中。胡子哥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遍，最后使出了一招独门秘籍横扫千军。八卦迷魂阵里面的鱼儿很快就被胡子哥全部斩于马下，尽数收入囊中。此时带来的蓝色大盆也派上用场，将捞上来的鱼儿全部都放到盆内。接着胡子哥拿起抄网，再次来到八卦迷魂阵里面打捞一番，看一看还有没有落网之鱼。他里3层内3层捞了一遍，果不其然，迷魂阵里面居然还藏着一条最大的鱼儿。整个大盆里面大大小小有15条鱼儿，粗略估计全部重量应该有20来斤。本以为胡子哥会把今天的收获全部带回家，怎料他只取最大一条，其余放归自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才是真正讲武德之人。想在荒郊野外捕获到新鲜的鱼儿，慰藉一下你饥肠辘辘的小肚皮，那么胡子哥下面2项捕鱼技能但学无妨。胡子哥一大早砍来一捆笔直的木棍，为了找到合适设置捕鱼陷阱的地方，他还特意放下木棍与背包，走向一条有落差的山间小河。看来这个位置挺不错，水流湍急，落差够大。确定设捕地点之后，胡子哥立马从背包里拿出工具，开始动手制作陷阱。他二话不说，拿着手锯弄来了3根粗藤，然后把一根木棍锯成3小段备用。胡子哥为了在镜头前展示一下个人该死的魅力，他随手拿起一根长藤，
帮其松一松筋骨。有没有觉得胡子哥力大无穷呢？接着用铁丝将长藤与短棍绑扎好，使其形成一个稳固的半弧形树枝，以此类推，连做3个。胡子哥在旁边的棍堆里精挑细选一根粗而直的木棍，作为捕鱼陷阱的主框架，然后将其与3个半弧形树枝的顶端牢牢地捆扎好。这时候的捕鱼陷阱便开始有了雏形。紧接着，胡子哥将其他的木棍都一一绑在3个半弧形树枝的内侧。看来胡子哥这次是有备而来，连老虎钳和铁丝这样的工具一个都不差，全都带来了。不到一会功夫，一大捆砍来的木棍全都绑在半弧形树枝上面，而这次的捕鱼陷阱也大功告成。为了检验其捕鱼效果，胡子哥穿上捕鱼裤，手拿着捕鱼陷阱，艰难搬到刚才选好的射捕位置。他拿着一条长铁线绑在陷阱末端，而另一端的铁丝则绑在河边的树上，然后将捕鱼陷阱卡在一个水流较大的落水口。为了能很好的固定捕鱼陷阱，胡子哥还不忘用大小石块填补陷阱与落水空之间的缝隙，既可以稳固陷阱，同时也可以防止鱼儿从缝隙里逃跑，真是一举两得。而另一端悬空的出水口，则用网兜将其封住，这个网兜也是鱼儿最终的归宿。胡子哥作为一个记录生活美好瞬间的博主，捕捉鱼儿落网的一瞬间当然少不了架好摄像机，调整好角度，一切只等鱼儿的自投罗网。此时胡子哥也只好收拾好背包，先回到露营地打个盹。不过就在胡子哥回营地休息的时候，摄像机已经捕拍到陷阱捕获鱼儿的精彩镜头。一条条肥美的大鱼顺着河水毫不客气地划着滑梯自投罗网。3个小时过后，胡子哥才不慌不忙地来到射捕地点。看他这行头，估计那边秋天开始有点凉飕飕的感觉。他一如既往地穿上捕鱼裤，下到河水中摸了摸网兜，看来收获不错。他赶紧解开网兜和摄像机，因为这山水实在太凉快了，有点受不了。回到岸上开始清点收获。看似平平无奇的网兜之中，竟然捕获到10几条大小不一的河鱼，这着实令胡子哥有点意外，但似乎也在他的预料之中。第二天一大早，胡子哥在露营地一边烧开水，一边做另一种的自动捕鱼陷阱。不得不夸一下胡子哥，真是多才多艺呢。一根鱼线绑上一块大石头，然后勾上特制的饵料，而另一端的鱼线绑上一块方砖大小的泡沫。为了钓鱼装置有提醒功能，胡子哥还在泡沫上面插上一小节树枝，并在树枝上加上一个小铃铛。就这样一个简单而精致的捕鱼陷阱，胡子哥一口气做了14个。胡子哥穿好捕鱼裤，一个一个的将捕鱼陷阱往河中央放去。很快14个捕鱼陷阱就满满当当一字排开在河中央。回到岸上等待的同时，当然是来一杯热乎乎的咖啡提神又醒脑。坐在河边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钓鱼陷阱，既有满足的自豪感，同时也有成就感。对于一个喜欢荒野求生者来说，绝对是最好的回报和享受。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右手边第5个钓鱼陷阱便开始有动静了。绑在上面的铃铛不停发出声响，同时泡沫也不停地颤抖着。胡子哥见状便立马下河一探究竟。果不其然，一条4两重的鱼儿早就勾在其中。像这种野生鱼儿，直接拿来烘烤肯定好吃。就这样，胡子哥一边喝着咖啡领略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一边密切关注着河中陷阱的动向。有鱼中标了，就立马下河解救猎物。来来回回如此重复动作，胡子哥很快就抓到了5条野生鱼儿。看来胡子哥今天的早餐有着落了。在荒郊野外，男人拿出1盒辣椒酱和一大袋变态辣椒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准备要做剁椒鱼头的湖南特色菜。我似乎太小看这个男人的智慧了。今天胡子哥要用这些红彤彤的配料来温存一下躲在山间小溪里面的鱼儿。胡子哥一大早拿着胶桶和洗脸盆，在山间小溪附近左顾右盼，选定地点之后放下露营装备，从背包里面拿出了1盒辣椒酱以及一大袋变态辣椒粉。看来胡子哥这次捕鱼真是下了血本了。滚滚而下的溪水清澈见底，他用胶桶打来一些山水倒入盘中，在没有剪刀的情况之下，直接拿起小石头把一大袋辣椒粉砸出了裂缝，撕开袋口，满满一大袋变态辣椒粉随即映入眼帘。看看这颜色，隔着镜头都能感受到辣不可挡。倒入盘中的一瞬间，
洗脸盆随即辣味四溅，再配上一大盒辣椒酱倒入其中，用小木棍左3圈右3圈搅拌均匀，一大盘特制变态辣椒的火锅底料就此完成。看这色泽，仿佛喉咙突然脱离了自身肉体，像火焰一般快要喷发出来。胡子哥还用手捞起来品尝了一下，这辣度绝对杠杠的。紧接着胡子哥用铁丝和树枝以及一小块渔网，很快就制作出一个简单的半圆形网兜。胡子哥拿着网兜往小溪的下游走去，他选择了一处落差较大的地方将网兜放置好。为了不让鱼儿在其他方位逃脱，胡子哥还用很多大小不一的石块将网兜两边的出水出口堵住。这么一来，所有往下游走的鱼儿通通都会自投罗网落入网兜之中。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胡子哥手起刀落，直接将一大盘红彤彤的变态辣椒水顷刻之间就放倒在小溪之中。原本清澈见底的溪水瞬间被染成了一片红色，水里的鱼儿估计一脸懵逼，不停地问候胡子哥的18代。就连躲在石缝谈情说爱的鱼儿也在劫难逃，也被辣气冲天的辣椒水辣得头昏眼花，只能顺着溪水拼命地往下游去。而放置在下游的网兜，不到一会功夫，大大小小的鱼儿连冲带滚地往网兜里汇聚一堂。大概过了20分钟之后，胡子哥拿着胶桶来到下游查看今天的收获。本以为网兜里只有几条小鱼儿，真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方法，竟然有好几十条大小不一的鱼儿落入网兜之中。而胡子哥特有武德精神也展现得淋漓尽致，只取桶中最大一条，其余鱼则放归自然享受生活。就是不知道喝过辣椒水的鱼儿还有多少能继续活下来而已。胡子哥昨天露营抓鱼还不过瘾，今天也打算用新的捕鱼方法试一试它的效果如何。胡子哥首先砍来了一堆树枝，然后横3根竖5根的依次等距间隔排放好，接着用麻绳将纵横交叉的树枝一一捆扎好，使树枝相互绑定，防止木栅栏散架。最后将昨天用剩的渔网绑在木栅栏上面。别看胡子哥长得5大3粗，但绑起绳子和渔网的时候却细致谨慎，手活动作相当熟练，甚至用打火机点燃渔网末端的网线，防止渔网散架脱落。有了2个带渔网的木栅栏，当然也要在木栅栏之中留下一个网兜形状的洞口，好让鱼儿有进无出。只不过这样的网兜有一个特点，就是网兜底下并不是捆扎死的。看似简单的捕鱼工具，胡子哥也用了2个多小时才完成2个渔网栅栏。接下来就是改造河道的地形了。胡子哥在荒郊野外露营猎捕，最讲究的是就地取材。他直接将河中大小不一的石块整齐而稳固地在河水中摆成4道厚实的石墙，使其形成一个巨大的正方形，其中前后石墙留下2个缺口，用于放置渔网栅栏。安装好栅栏后，一个小型的捕鱼陷阱就基本上完工了。接下来就是制作鱼儿有进无出的设置口。胡子哥将事先准备好的橡皮筋绑在网兜口的左右两边，另一端则绑在2个大石头上，使网兜口在陷阱内部拉成一个扁平的1线天形状，这样从上游下来的鱼儿就能轻松通过网兜口进入陷阱。只不过等鱼儿想要出去的话，肯定是门都找不到，被困其中。而另一扇的栅栏也用同样方法设置，这么一来，从下游上来的鱼儿一旦进入网兜口，同样也难以逃脱陷阱。胡子哥为了使陷阱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将自制的面团饵料放置在网兜口附近。看来这次河里的鱼儿要倒大霉了。一个很原始的捕鱼陷阱就这样完工了，到底效果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下午时分，胡子哥直接带着网兜在陷阱中一顿乱摸，一条条被困的鱼儿企图藏在石缝里躲避猎人的搜捕。这个办法确实不错，如果不仔细翻找，还真不一定能找到。只不过他们要面对的是荒野狂人，所以鱼儿的如意算盘彻底失算了。这个简单实用的捕鱼陷阱，它的效果确实不错。胡子哥在陷阱里东扒西挖的折腾了10多分钟，确定没有鱼儿之后，才心满意足的上岸晒出今天的战利品。好家伙，足足有7条鱼儿之多，每一条都生龙活虎，活蹦乱跳。本以为胡子哥怎么都要留下1、2条做晚餐，谁知又是放回自然。这波操作实在太讲武德了。
不怕渔民会钓鱼，就怕渔民懂浪漫，搞不好连地笼都是新型的。胡子哥开场就是扛木棍，挑上一块绝佳的地形，将每一根木棍底部削尖，方便他们深入水底。穿上自己的精致渔民裤，在水有大腿深的地方，用棒槌对木棍进行固定。当然，作为一名充满艺术细胞的渔民，木棍的摆放必须要有所讲究。新的形状可以给予造成爱的假象，让他们自愿被爱判处终身孤寂。只见胡子哥用铁丝将他们彼此连接，原理和抗洪需要手拉手差不多。紧接着取来隔壁翠花贡献的纱布，将纱布覆盖在地笼上，同样用钳子和铁丝进行固定，才能让渔网不至于随波逐流。搬来几块免费的石头给他们，最后沉重的爱意还能让渔网成功沉底。地笼内必放上一圈石块镇守宅地，留出鱼饵的入口位置。这样一个精心打造的爱意，让鱼仔们有去无回，更别提还有符合口味的鱼饵。虽然这些都是自己吃剩的骨头，再用纱布一裹就是鱼儿的美味。用铁丝绑上石块放入地笼底部，胡子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老规矩，先等上1天1夜。次日，胡子哥提着大桶就来了，看来他信心十足。先用木板拦住出口的位置，慢慢扯起渔网，将费事的石块扔出场外。看着满满一网鱼浮出水面，胡子哥立马取来了鱼桶，桶给我进去吧，今天谁也跑不了。一节被废弃的塑料水管居然能用来捕鱼，鱼王胡子哥在线教学。首先，带着你们家不要的管道，随便去一个没人管的湖边，用你锐利的眼神视察水里是否有鱼。这一步初学者可以跳过。胡子哥取来刀片，在管子上开始转圈，直到他可以顺利通过一根铁丝。2根铁丝在顶部交叉成十字状，在一个木桩的距离做下记号，用2B 铅笔画好裁剪的区域。小锯子用上，直接给管道开个槽，放入木桩，一切都是刚刚好。胡子哥将铁钉敲入木桩顶部，以此来固定牵引的麻绳，斜着60度放入木桩，让它可以自由地做活塞运动。麻绳凸出来的部分绑上小树枝，缠上一块大石头，继续绑上树枝，两头垂掉2个石子，将它们悬空在水管顶部，只需要轻轻拨动槽内细绳，便能带动门口的石块。随后将木桩向上牵引，将鱼仔进行拦截，确定操作没有失误。胡子哥在岸边固定好支架，放上水管装置。翠花给的红纱布还剩1块，绑上剩菜剩肉，固定在装置的另一头。随后胡子哥将鱼饵放进管中，老规矩，先回家睡一觉。伴随着水管短暂的颤抖，就知道又有无辜鱼仔的落网。次日，胡子哥回到岸边，拿起抄网开始拉扯木桩，一条硕大的鱼仔落入网中。不愧是荷兰最会抓鱼的男人。不过水管装置是一次性产品，一次只上1条有些美中不足了，还是期待胡子哥下期进阶版的地笼吧。开局靠树造，啥鱼都能钓。胡子哥扛着一捆树干走来了，先给树干解个绑，再来一个老树桩打个底，对所有树干进行统一培训，底部削的和2B 铅笔一样。实不相瞒，我看上这把刀了。随后胡子哥在地上铺上2根木棍，将削好的树干紧密排列，再来2根木棍进行防守，用铁丝加以金刚结捆绑，每一根树干都重复这个操作。为了确保吊门的稳固性，在对角线继续用树干加固，随后锯掉多余的支架，提起吊门往地上对，确定它的杀伤力不容小觑后，胡子哥走向野生湖边，挑上一块相对平整的区域，换上渔夫裤就开始造起来。双手并驾齐驱，开始化身人力挖掘机，随后加以木棍进行辅助，没一会就刨出了1米宽的沟，搬来几块巨石充当水沟的门卫，刚好和吊门的大小匹配。接下来涉及到一定技术性，请谨慎观看。胡子哥固定好总体的框架后，将吊门固定在入口的门框处，顺着门框可以上下滑动，麻绳一头绑在吊门上，另一头用木棍卡在2根树干之间，只需要轻轻触动下方的木棍，就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平衡，让大门掉落堵住出口。为了防止鱼产生越狱的想法，还需要在水沟周围建上堡垒。现在只差关键的一环，就是将新鲜猪肝均匀切块，这是给鱼准备的最后一餐。铁丝穿过猪肝，再用麻绳统一绑在木棍上，将这根木棍重新放回系统中。只要你敢偷吃，就能将你彻底堵在这里。胡子哥固定好相机，就准备回家睡觉了。好在有相机兄帮他记录了这精彩的一刻。次日，胡子哥提着桶就来了，伸出手在水沟里四处摸索，没一会就装了小半桶。看来这贪吃的鱼是真不少。开局靠树造，啥鱼都能钓。今天出场的是这根会劈叉的树干。胡子哥带着他来到野生河边，先脱下背包，找一根1.2米的树干，长1厘米都不行，将它2头和树杈进行捆绑，组成了一个大型等边三角形。从百宝箱里拿出翠花结婚的头纱，开始围绕着树干加以固定，每一个捆绑点间隔相同的距离，一直将3边都全部包围，一个巨型的抄网就搞定了。接下来穿上精致的渔夫裤，抱起抄网开始激流勇进。胡子哥爬上水中央的巨石，将抄网倒扣在水中，另一头用铁丝和岸上的树胸连接，再湍急的水流也不能动摇它半分。老规矩，先回家睡大觉。
次日，小哥重返旧地，靠着拐杖的支撑，成功横渡了峡谷的急流，用尽全部的力气，才将超网从水中取出来。看样子收获相当不错，就是返程的难度加倍，需要用超网撑住地面才能慢慢前进，一个不留神就能连人带网一起冲跑。所以请非专业人士不要模仿，为了吃上鱼也不至于此。胡子哥总算来到岸边，一口气倒出全部的野生鱼，刚好10条鱼，吃一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敢相信吗？用一条破轮胎就能感受全自动钓鱼的快乐。首先把自行车的轮胎卸下来，给它剪成一条一条的，这个过程千万不能手抖。剪好的橡胶富有弹性，加以金刚结绑在粗壮的树干上。胡子哥将树干固定在瀑布上方后，将一头卡在了山壁上，随后调整好像胶条的位置，将另一位束胸固定在巨石上，加以支架全方位捆绑，确定它的稳固后，随后用斧头敲进无情铁钉。好在胡子哥的下盘够稳，才不至于被水流直接带跑。为了钓鱼，还需要准备一点小物件，树干上锯出一个槽口。重复几次这个操作后，准备7个小桩子，利用槽口绑好鱼线。接下来将这些桩子和橡胶条连接，弹力十足的橡胶可以随意拉扯。胡子哥还不忘在鱼钩上放上饵料，随后来到底下树干的位置，利用橡胶的弹性，将带有槽口的桩子卡在底下的钉子上。只要贪吃的野生鱼咬住鱼饵，就会被橡胶瞬间带起，悬在空中难以挣脱。不愧是空手套鱼的胡子哥，每一步都在计划之中。老规矩，先回家睡大觉，让相机兄负责监督。第一条贪吃的鱼已经上当，他在空中荡起了秋千。第2条鱼成功挣脱，第3条看起来十分佛系，第4条鱼一上来就和第1位上当的老兄缠在一起。次日，胡子哥回到此处，捞起上当的3位选手，将他们通通倒在地上。这个头的有巴掌大小，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个爱心支持一下。下期共同解锁胡子哥的泡沫钓鱼法，开局靠树造，啥鱼都能钓。看到这满湖的野生鱼，哪位钓友还能忍住呢？胡子哥眉头一皱，计上心头，绕着湖边找到一块阴凉的地方。长期在野外要注意防晒，他脱下背包，从树丛里探出一个脑袋，贼兮兮地盯着鱼仔们。随后拉开百宝袋，取出宝刀，立马带回一根柳树枝，用人力将它压弯，以脚部力量进行压制，让柳树枝头尾相连。交叉处用铁丝加以金刚结捆绑，这个圆圈可是钓鱼的关键。取2条麻绳绑在圈上，高度和胡子哥相似。泡沫砖头用细铁丝加固，拼接的地方采取棱角，才能让它们无缝衔接。就这样将柳树枝彻底包围，用野生撑衣杆将装置悬挂于高处，取出一块满是鱼钩的泡沫砖。胡子哥将鱼线绑在缝隙里，泡沫可以让圆圈在水中悬浮，鱼线垂入水底，全自动钓鱼就是这么简单。当然还得需要一点诱惑，饵料揉成团，将鱼钩包裹起来，这样一个简单的装置就能让野生鱼欲罢不能。顶部的绳结绑上野生撑杆，这次连渔夫裤都不用穿，直接踩进水里，将撑杆卡在无辜的树兄身上，一切准备就绪。胡子哥背上自己的百宝袋，准备回家先睡个午觉。野生鱼被香气吸引过来，对着饵料浅尝几口，发现味道不错，就回家叫上了3姑6婆。几个小时后，胡子哥小心翼翼地回来了，直奔装置而去，抬起撑杆，顺带扯起来4条鱼仔。你敢相信吗？这个男人不用任何饵料，用石头就能实现抓鱼自由。只见胡子哥就地取材，准备用石头建成湖式堤坝，在湖边浅水区将一块块石头堆积起来。看似简单的工程，却十分考验建筑功底。在追求稳固的同时，也要兼顾造型的完美，直到整个堤坝呈现标准的圆形结构，只留出半米宽的入口。胡子哥皱着帅气的眉毛，取来长达40米的布条，延伸在湖边，随后化身收割小能手，逮着岸边的芦苇使劲薅，抱起整捆芦苇来到布条边，取一小把芦苇将头部对齐，将它无情对折，随后卡在布条上，用绝缘胶带紧紧缠绕，每一小撮之间间隔半米，形成一个大型包抄神器。水里到处都是鱼儿美丽的身体。胡子哥也不耽误，取来一捆新的芦苇，随后将布条一头绑在石块上，跑到另一头，拉着布条走进水中，用芦苇对鱼进行围追堵截。放弃渔夫裤的胡子哥彻底放飞了自我，直接小跑走进深水区，芦苇浮过水底，无数的鱼儿朝着同一方向逃跑，却不知自己马上要落入陷阱。胡子哥在入口处进行收尾，慢慢缩小围堵面积，拿来准备好的芦苇塞在入口处，再压上几块大石头，确保里面的鱼插翅难逃。在入口处顺手抓住一条鱼，胡子哥双膝跪地，正式进入包围圈。哪怕是再灵活的鱼，也难以逃过男人的这双手。胡子哥沉浸在摸鱼的快乐中，全然不顾全身都湿透了。换成我，就算这个坑范围再小一半，也不一定能抓住这么活蹦乱跳的鱼。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懒的男人，就连捕鱼也要让鱼自己跑进桶里。这是一张隔壁翠花资助的渔网，将它两边固定在瀑布口，顺着坡度向下拉扯，直到它比打了羊胎素还要展开。
在尾部绑上哪吒送的乾坤圈，顺带固定2块布条，布条另一头和石头进行联姻，分别放在水流的两侧，让渔网悬空于水流之上。中间部位固定好2根支架，让渔网更好的延伸。调整好圆圈的角度，胡子哥拿着洗澡盆就来了，先装1.82年的溪水，确保鱼的生活质量，放在圆圈底部，用石头支撑住，架上我们熟悉的摄影大哥，这就可以背上包回家看老婆了。好在摄大哥十分给力，这位搔首弄姿的选手就是我们即将入盆的第1位鱼哥。只见他展示着灵活的腰肢，义无反顾地跳进了盆里。第2位选手情绪有些激动，不过没关系，很快他就会认命的。没想到我们还能有幸见到这一对夫妻档，他们一路嬉戏打闹，十分恩爱地跃入了澡盆中。3个小时后，胡子哥跑了回来，抓起各位鱼兄打了个招呼，就将澡盆一压，倒出了大部分的水分子，毕竟还要拿回去洗澡的，不能把盆给压坏了。好了，今天的摸鱼环节到此就结束。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点个爱心支持一下，下期看胡子哥怎么用一张破抓到上百斤的鱼，你敢相信吗？这个男人只用一张破布就能在野外抓到上百斤的鲑鱼。只见胡子哥冲着河中间不断地扔着石块，圆润的大石头守住水流。胡子哥准备建立一圈小型城墙，根据每块石头的不同形状调整角度，让它们成功堆砌，用小石块填充缝隙。这次就连个头小的鱼也没有逃脱的可能性了。随后胡子哥公主抱来几根树干，取2根架在瀑布两侧，再用1.5米高的树杈支撑住各部门连接的地方，用铁丝以金刚结捆绑。胡子哥拿出捡来的防水布，用铁丝继续进行固定，围绕着支架固定4边，中间剪出一个半径19.9厘米的圆洞后，进一步调整防水布的角度，用石头压住入口的位置，水流被防水布包裹，从洞口成功流向城池中。胡子哥转身向野外走去，学着奶奶的手笔制作了一把简易扫帚，提着扫帚逆着水流往上走，走上个1公里就对着水面扫了起来。要不是胡子哥出了名的底盘硬，这回估计都摔了好几跤。鱼哥想破了脑袋也没想明白，怎么在水里还能被扫把撵着跑，就这样一直从上游往下赶。第1条鱼成功跃入城池，看样子个头还不小。眼看石头窝里的鱼越来越多，胡子哥一把扔掉扫帚，挨个给鱼检查了身体。这些鱼个个腰肥体胖，少说也有100来斤。下一秒，胡子哥就大发慈悲，将网中的鱼全部放生，只留下了1条体重优秀的鱼哥。真正的王者会敬畏自然，也更懂得享受过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男人，他只需要用石头就能抓到上百斤的鲑鱼，几根破木头就能让鱼自投罗网。不管是河道还是瀑布，每次都能满载而归。但全自动捕鱼让他失去了乐趣。今天他要尝试最古老的插鱼法，当然这个插也是别具一格，将40厘米长的钢筋用石头敲入木桩当中，小小的木桩千疮百孔，被活生生插成了刺猬。木桩底部连接着2米长的木棍，方便后续的操作。钢筋数量越多，就越能增加命中的概率。毕竟别人的叉只有2根，这里却有无数根，随便1根命中都能将鱼仔成功捕捉。然而想象很美好，现实很残酷。胡子哥径直来到河边，选择一块平坦的区域下脚后，结果怎么插下去的又怎么拿上来，看来是方位不对。捕鱼达人自信地换了地方，这次选择在浅水区，他直接走入水中，拿起鱼叉就往下砸，一次又一次，水都已经快到腰上了，也没有任何收获。胡子哥迎来了捕鱼史上的滑铁卢，他显然有点不服气，气呼呼地往外走。胡子哥觉得大概是水位不够深，只见他贴着岸边继续往上走，胳肢窝和水面进行了亲密接触。这里提醒老少爷们千万不要轻易模仿。胡子哥终于回到了岸上，紧接着站上1米的跳台，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举着鱼叉，整个人垂直跳入水中。现在抓不抓得到鱼已经不重要了，能不能上岸都是问题。你见过这样无聊的男人吗？每次用1整天的时间抓鱼，最后却1条都不要。只见胡子哥将滑轮固定在树干上，随后在河边敲入1根支架，底部用石块进行加固，滑轮还要装上吊绳。胡子哥将横杆卡在支架上，利用杠杆原理撬起整个装置，随后用数块上百斤的石头才能对底部进行压制。胡子哥取来翠花家不要的蚊帐，先给他打个羊胎素，让它全方位展开，将渔网和钢筋进行亲密结合，贤惠地打上蝴蝶结。胡子哥用力拉扯着吊绳，将安装好的渔网提上来，一直拉到最顶端，再绑上树干进行固定，简单做个3脚架，饵料一整块放进网袋子中，顶部绳结和3脚架进行捆绑。看来这次也是大手笔，胡子哥直接走进水中，将3脚架放在渔网正下方。这一次胡子哥没有回家睡觉，而是躲在暗处细心观察。1个小时后，有位鱼兄已经按捺不住了，他撞击着饵料，成功吸引了胡子哥的注意。随着鱼兄越来越多，他们开始扎堆聚集，胡子哥也没有任何犹豫，小心解开背后的吊绳，这家伙绑得也忒紧了。胡子哥拽着吊绳慢慢蹲下来，看准时机，干脆利落地放开了手。再次拉起渔网时，他
贪吃的鱼被一网打尽，钓绳就地捆在支架上。胡子哥拿着水桶就开始自助领养各位鱼兄们。这一网横扫了鱼家12口，胡子哥将它们重新放回桶里，走到岸边就开始放生，头2条还温柔的放归，后面直接整桶往里倒，一条也没给自己留。鱼看了都要说离谱，你敢相信吗？一个破呼啦圈竟可以用来钓鱼。胡子哥将渔网包裹在呼啦圈上，这可是翠花免费赞助的。随后将整张网平放，找来麻绳确定好合适的长度，用石头进行物理分割，分别绑在圆圈的4点，就能将渔网成功吊起，顶部绑好一个绳结。胡子哥灵活地爬上了歪脖子树，只为了固定好钓绳的位置。确定钓绳可以顺利上下拉动后，将另一头绑住渔网的绳结，只需要松开手，渔网就会被送到河中间，但只是浮于水面，却无法让鱼儿入网。胡子哥重新拉起网，往里面放入一块石板，在石板上来上一包饵料，这下才算是大功告成。解开另一头的绳索，让渔网顺利沉入河底。静静等待5分钟后，渔网里就来了2位小家伙。胡子哥想都没想就扔回河里，快回家叫你们家长过来，确定装置没有问题，将绳索捆绑在树上即可。老拽着手也受不了。10分钟后，胡子哥带着水桶来了，拉上渔网开始检查收获。虽然个头都不算大，但好在凭数量取胜了，一网只需要等待10分钟就能捞到将近20条鱼仔，这个效率简直羡慕哭了。只可惜胡子哥爱摸鱼却不爱吃鱼，折腾了大半天又将鱼全部放生了。今天的摸鱼环节就到此为止了，明天的摸鱼还将继续再会哦。开局靠树造啥鱼都能钓。胡子哥开始点兵点将，以每4根长度相同的树干为一对，取最长的4根，在地上摆出初始阵型，依次将不同尺寸的木棍等比排列。看来胡子哥平时没少玩积木，就这样如法炮制，将顶部开口不断缩小，直到被木棍封闭起来。足足12层才造就了这个4方地笼。在每2根木棍的连接处，用麻绳进行缠绕捆绑，确保结构的稳固性。当然，这只是地笼最基本的框架，要想达到捕鱼的效果，还需要一整套触发机制。小树干对半切开，和另一根木棍用麻绳连接，地笼外侧固定好一根支架，只需要将木棍支撑地笼的顶部，木片绕过支架，再取一根支架连接木片和地笼内部，只需要轻轻触碰的笼内部的开关，便能让地笼瞬间掉落。装置再好，还得有饵料。随后胡子哥将笼子带往河里，固定好其余零件后，就能安装自带饵料的触发开关。老规矩，由社大哥负责值班站岗2个半小时后，社大哥终于捕捉到了倒霉蛋的画面，这就是不下反诈 APP 的后果。胡子哥听到了他们的呼唤，拎着水桶就来了，从地笼顶部直接伸手下去，1条、2条、3、4条，这一波共虏获了鱼家5口。本以为胡子哥会按照惯例放生，没想到他拎着桶就跑了。这位男人伪装的技术堪称一流，仅靠这门独门秘籍，每天都能捕获到不少的渔获。今天胡子哥拿着网兜来到附近河里进行踩点捕鱼。这一次捕鱼，他想出了一种比较前卫且大胆的方法。来到特定的河流之后，将身上的背包放下，拿着在家自制好的网兜走进河里，直接坐在河岸边的水域，在岸边挖出一个坑洞，让自己的头能藏进里面，利用河里的淤泥将自己的头部涂抹一遍，然后将自己的头藏入挖好的坑洞里。这时在家里带来的抄网就能派上用场。随后带来的面团直接放到抄网内，将整个抄网放到水下，等待鱼儿前来觅食。在等待的过程全靠你的耐心和体力，加上天衣无缝的伪装技术，连水下的鱼都难以分清是泥土还是鱼。只要安静等待的时间足够长，闻香赶来的鱼儿必定前来觅食。安静等待了10分钟后，可以发现抄网内有鱼正在觅食，将镜头靠近查看，可以发现有不少的鱼正在抢食。此时胡子哥还是一动不动，等待更多的鱼儿过来，以为他睡着了。当看到他眼睛动了一下，就知道他很认真观察，等待最佳的时机将所有的鱼一网打尽。此时胡子哥瞄准时机，纵身一跃，将抄网内的鱼尽数收入网兜中。很明显，这次的伪装技术毫无破绽，这种技术只能应用于鱼类资源丰富的河流。将抄网内的鱼全部倒出来，可以发现收获了10几条大小不一的鱼。收获到的鱼便可以打包回家。用伪装的技术捕鱼不止一种，利用迷彩服和一根导气软管，就能在河流下方捕捉到不少渔获。胡子哥一来到较深的河流里，就将带来的迷彩服穿上。穿上迷彩服后，瞬间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将帽子戴上，立马分不清是人还是树木。伪装的技术立马提升了一个档次。为了能在水下正常呼吸，将一根导气软管插入泡沫的上方，利用泡沫的浮力，将上方的导气软管露出水面与空气接触，还用嘴巴测试一下软管是否畅通无阻。检测正常过后，将泡沫扔到水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再次吹气，
在脚跟绑上几块石头，是为了方便在水下正常的行走，这也是为了空出双手将水下的鱼抓住。一切准备就绪后，胡子哥选择在较深的河域里，口含软管纵身一跃，利用伪装技术在水下抓鱼。伪装真正的原理只不过是为了防止惊吓到靠近的鱼儿，真正的技术是靠自己在水下安静等待和手上的功夫。导气软管能为他在水下提供大量的氧气。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子哥终于从水下出来，同时手上抓到了一条渔获，这是他第一条从水下抓到的鱼。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接下来在水下抓鱼的时间慢慢的缩短，收获到的鱼也会慢慢的增加。能在水下抓鱼确实考验你的眼疾手快，这种捕鱼的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只有训练有素的胡子哥才会有这样的效果。1个小时左右，整个脸盆都是满满当当的渔获。最终胡子哥辛苦抓来的鱼重新放回到河里，这才是有武德的捕鱼大师。学会伪装的男人确实不一般，从洞口伸出一双45码的大脚丫子，就能将河里的鱼抓了个扁。接下来只要将手从洞口伸出，就能将河里的鱼抓住。捕鱼的过程中全靠手速，伪装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胡子哥在河岸边相中了一块用来伪装抓鱼的宝地，利用木棍将岸边的泥土挖掉。半个小时后，被胡子哥挖出半米深的土坑。为了能将整个人藏入土坑里，还要继续向下拉伸，做到伪装的效果，同时能防止太阳的暴晒。在上方用木棍搭建框架，然后利用干枯的树枝将整个土坑掩盖住，将整个人藏在里面，掩饰的效果非常好。随后在河岸边的泥土里凿出一个空洞，正是这个洞口用来抓河里的鱼。为了能很好的施展擒拿手，必须让洞口符合自己的手型。整个伪装的陷阱做好后，将家里带来的面团插入洞口外面，面团的香味通过水流散发开来，引诱河里的鱼前来觅食。将孔洞梳理好后盖上盖子，整个伪装陷阱装饰的天衣无缝。通过洞口观察河里是否有鱼前来觅食，等待几分钟后，果然有不少的小鱼冒名前来。10分钟左右过后，附近的大鱼也已经闻香赶来。胡子哥已经做好了捕鱼的手势，等待恰当的时机后，将手缓慢地伸出洞口，随手一抓就能将河里的鱼抓住。第一条鱼就这么顺利地被胡子抓入土坑。每抓到一条鱼都要等待时机，抓到鱼的时候必定将周围的鱼吓跑。这种抓鱼的方法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和手速。陷阱起到了很好的伪装效果，洞口外面的面团起到引导的效果。这样抓鱼的方法基本上1分钟一条。时间过了半个钟左右，土坑里已经装满了几十条鱼，这比在市场里买鱼来得快，而且还很新鲜，也不用付钱。在抓鱼的过程中让人非常上瘾，但这种抓鱼的方式不是每条河流都有这种效果，有资源才是王道。想不到人类的捕鱼技术已经进化到如此新的高度，仅凭手工就打造出一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自动水力捕鱼神器，您可能连听都没听说过。利用这台机器进行捕鱼，河里的鱼儿会不知不觉中进入人类设置的陷阱，要是这里的大鱼小虾都知道了，肯定会吓得不轻。而这上鱼速度，再邀请7大姑8大姨来家里做客，估计1天都吃不完。那么您在家里吃的鱼，是否也用上了此等机器进行捕捉的呢？今天这期视频将带您来见识一下国外牛人制作出来的全自动捕鱼神器，让它重新打破您对捕鱼技术的一些固有认知。胡子哥是10里8乡被人们公认的捕鱼高手，有河流的地方就能看到他的身影，而这条波涛汹涌的大河是他经常出没捕鱼的圣地。此河还为他带来了非常可观的渔获，时常为了捕捉到河里的大鱼，整夜绞尽脑汁就为了设计出有效的捕鱼工具。胡子都熬出了半米长，并且在面对河水如此凶猛的时候，他依然能够从中捕捉到超多的渔获。此等捕鱼猛人还真是世间难得。现在他趁着河水暴涨的机会，正准备在河岸边搭建一座全自动的水力捕鱼机器。首先他从山上搬来粗壮的木桩，往河水湍急的岸边进行架设。有了另外2根木棍的支撑，加上堆起的石块，还有结实麻绳的捆扎，在湍急的河水也别想将其冲垮。在另外一边，同样架设出一个相同高度的木桩。胡子哥搭架子的技术让木桩稳固到连他自己都难以晃动。在2根木桩的岔口位置，再放上2块用于减少摩擦力的塑料垫板，而在2根木桩的中间架上1根光滑的原木。胡子哥还进行了旋转来测试原木运行的效果，一切都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并且对自己的制作相当满意，妥妥的理工男该有的气质。工地捡来的圆形塑料桶也正好派上用场，虽然有点超出他预想中的尺寸，但还是让他充分发挥出想象力，并完美解决了这个难题。现在轮到解决动力输出问题，在靠近河水湍急的河岸位置安装上木棍。
这就是在可以旋转的原木上增加4根木棍的风车形状，靠着河水的流动，便能够使原木不停地转动。而为了加快原木转动的速度，胡子哥还必须在每一根木棍上面钉上一块正方形的木板，来增加河水冲击的面积。如此强劲的动力，如果再加上一台发电机，就可以一边捕鱼一边发电，那岂不是更加完美无缺？与此同时，胡子哥收集了一堆已经制作好相同尺寸的木棍，再使用麻绳把木棍进行一编织起来，以此来制作出一个传动带。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手工活，如果没有一双灵巧的双手，还真编不出个所以然。胡子哥拿着30斤重的木设置好之后，辛苦一天的胡子哥便先行回家吃个中午饭。可以看到，在他回家期间，全自动水力捕鱼机正在源源不断将河里的鱼儿捕捉到脸盆里，坐等收成的感觉真的非常爽，并且只要河水不停止流动，这台机器便一刻都不会停歇。拥有此等自动捕鱼机，还要啥自行车呢？这就是靠技术带来的美好生活。一个只要有鱼溜进去就出不来的全自动捕鱼陷阱，半天时间便能捕捉到数十条生猛河鲜。制作所使用到的材料全是山上砍来的木材，并且搭建过程也相当简单，只需将陷阱设置在河水路过的河道即可。而这个漩涡状的捕鱼陷阱也同样实用高效，只要河鲜不小心掉落到里面，想要再逃出升天就会变得无比困难，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养鱼池。这样的陷阱只需一次制作便能终生免费吃鱼。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制作高效捕鱼陷阱的过程。胡子哥是桃花村出了名的捕鱼陷阱制作牛人，凡是有鱼的地方就有胡子哥。发达的头脑加上灵巧的双手，轻松便能搞出上百种花样的陷阱来捕鱼。你说他一生之中还会缺鱼吃吗？而上下3村的众多村花更是在排着队想要跟他攀上亲戚关系，从而实现吃鱼自由。从他那专注工作的眼神就能看得出，一个拥有非凡捕鱼技能的男人还会缺村花吗？此时胡子哥已经收集了一大堆木棍，平铺在了木架上面。他需要尽可能的将木棍之间的缝隙填满，这样才能防止已经进入到陷阱里面的河鲜难以从中逃脱。经过2个小时的架设，一个搭建在水流分叉口的9平米陷阱平台就此制作完成。与此同时，胡子哥需要将树干上的树枝全部削掉，而一把自己亲手打造的锋利砍骨刀发挥了很好的作用，3下5除2便将树干上的边角料给削切干净。这时还需要将粗壮的树干切成相同厚度的饼状，必须使用模块化的方式才能制作出高效的捕鱼陷阱，而这些木柄将决定陷阱是否能够捕捉到鱼的关键。将这些木柄全部切割出来，可没少让胡子哥流汗。幸好他那强壮的身体能够扛得住这般高强度的劳动。随后将辛苦切割出来的木柄全部平铺在平台的表面，而且还必须一块压着一块，让木柄之间拼接出一条凹槽。如果河鲜被水流冲上平台，就会卡在凹槽中间。此刻想要跳出胡子哥设计的陷阱，却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画饼式的捕鱼陷阱，只有聪明绝顶的胡子哥才想得出来。在把最前面的大饼全部摆好之后，还需要将木柄之间的缝隙用小木柄进行填充，以确保进入到里面的大鱼无缝可钻。同时用木棍将平台边缘密封起来，而他身后湍急的河水里面必定会有不少鱼货在等着进入陷阱。只有做到万无一失，才能成为一名让人敬仰的捕鱼达人。在把陷阱制作完成之后，为了能够将鱼群引入其中，必须改变水流的方向。先把平台的底部用石块进行堵塞，水流外溢的地方也需要进行封堵，让其从陷阱处流过。此时河水很快便涨了起来。经过胡子哥的一顿猛烈操作，水流已经基本上盖过了整个陷阱平台。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在细节处理上必须非常到位。此时在角落里放置一台监视鱼群进入的相机，以检验陷阱的实际效果。在一切都安排好之后，胡子哥便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先行回家等待。就在他回家拉了一泡尿的时间，里面便已经躺平了10多条大鱼，任凭他们怎么打滚都无法逃出这块大饼，而且还在不断的有河鲜往里面送鱼头。看这架势，每天最少能够捕捉到不下100斤的鱼货，简直就是一个一本万利的捕鱼方式。1个时辰之后，里面早已没有多余的空间给后来的鱼躺平的机会。胡子哥为了满足捕鱼的野心，得到更多的鱼货，第2天便继续在同一条河里设置另外一个超级陷阱。他需要先将河水进行改道，好让接下来的工作更加顺利。而一根直径30厘米的下水管是捕鱼陷阱的关键部件，可以让巨大的水流从里面快速通过。这时再使用石块将可以漂浮在水上的管道固定起来，制作成捕鱼陷阱的出水口。同时继续围着水管的进水口堆砌石块，
将其打造成一个漏斗的形状，以方便水流通过时更加高效。想要固定住松散的石块，还得使用水泥铺在上面，而制作陷阱的成本便陡然升高了不少。看来胡子哥为了增加捕鱼量，不惜下起了血本。此时直径1米的漏斗形捕鱼陷阱已经初步成型。之所以制作成这般模样，一是能够让水流更加的顺畅，二是能够把鱼直接陷在里面出不来。同时把水泥表面打磨光滑，还能增加大鱼从里面逃脱的难度。在这么大的太阳底下干活，已经让他汗流浃背，紧身衣也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决定了胡子哥就是一名成功的捕鱼人士。此时用水平仪对着入口进行测量，在确定四周已经平整之后，便开始在陷阱的底部架设铁条。铁条之间的间隙可确保较小的鱼可以从中间逃走。这就是整个陷阱的形状，简直就像是一座城市下水道的模样。时间来到第二天，此时的水泥已经完全干透变硬。这时胡子哥便开始将河水进行改道，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将众多石块堆叠在一起，这可把他给累出了翔。经过2个小时的辛苦搬运，河水开始缓慢地聚集在捕鱼陷阱的附近，在漫过边缘时，便代表着整个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只需等待河鲜进入即可。此时被石块阻隔的部分河水只能进入到陷阱当中流走，只需等待1个晚上，里面便已经有10多条大鱼陷在里面。想要逃出落差1米的光滑壁面根本就不可能。那么大家是否也想自己制作一个1本万利的捕鱼陷阱呢？